青城山大大小小的酒店民宿，还有些不定期开放给游客住的地方，一共有131家。500以下的剔除，没有套房的剔除，不够平坦轮椅通过困难的也剔除，装修过于浮夸土气的剔除，剩下的也就10来家。白小玲和曾洁要选，肯定选比较好也比较贵的，基本就在这个小范围内，很容易查出来住哪儿。这活儿轻松吧？李 Sir， 德兄。 你没事吧？这么萎靡不振的？没事，最近所里太忙了。啊，你接着说，我听着呢。说到哪儿了？啊，白小玲要找的酒店你都分析出来了，可以啊。这都是小范围的，我已经筛选过了，这3家最有可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这儿。哎，不对，你要干嘛？我去那儿旅游。 正好发现朋友也在那玩，约着碰个面吃个饭，这很合理吧？是挺合理的，但怎么觉得有点怪？大哥，我做事你就那么不放心啊？不是不放心，这是谨慎。谁知道你会不会又惹什么乱子？那我也要去。去了之后呢？放心吧，绝对合理合法。我去那几家停车场看看曾洁的车在不在不就好。 行，那你去吧。到了之后跟我说一声。跟你说了也没用，你能帮我监控曾洁啊？肯定不行。哎，真希望没事儿啊。能有什么事儿？白小玲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总觉得她好像也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哎，如果你是曾洁，你要杀害白小玲，你会怎么做？ 白小玲是个残疾，我可能会制造一场意外，比如坠崖或者落水。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。我也不希望，你不希望你也不干点活。我干什么活啊？我不能把曾洁抓了吧？开玩笑呢。哎，那个白小玲电话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 他跟我说刘威了。刘威，他认识刘威，他认识，曾洁也认识。其实曾洁就是因为白小玲才认识刘威。啊？你别啊，我也很震惊。之前我所有的逻辑分析推断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。你看我干嘛？接着说呀。真相背后真的全是逻辑。 我准备去餐厅拿点点心和咖啡，想在这儿吃还是车上吃啊？车上吃吧。我好了，走吧。昨天睡得好不好？很好。到了这儿之后，我觉得特别的放松。今天要去的地方我都查过了，你都能去，而且也不会太累。我有什么累的呀？一直坐着，你别太累就好。 这个是我们认识后你第1个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。是啊，我也就只有这一条围巾了。回去之后我再给你买1条。大艺术家怎么能只有1条围巾呢？我平时戴的也少，1条就够了。再说，这是结婚前你送的，意义不一样。往前走走，我想离江近一点。来吧。 你要是累了，吃完饭我们就回去休息吧。我一点都不累，你累吗？我也不累。还
还是这边吧，这个角度拍你好看。嗯。你好久都没用过这台相机了吧？我记得你一直都不喜欢用手机拍照。手机是方便，但是没景深啊。哎，晚上咱们吃柴火鸡怎么样？离住的地方不远，有家店评价还不错。回酒店叫送餐吧，你肯定累了，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，晚上你可以喝点酒。喝这么急？高兴吗？还来？来，喝第三杯。问你个人，陈雨禾是谁？我同事啊，陈副院的女儿，你们见过的。前年学院院庆晚宴的时候，她不是还跟你打招呼去了？你跟他多久了？她只是我的同事。说实话呗，在我车祸前还是车祸后？曾杰，别不好意思，不要脸的事你干的还少吗？我能直接问你，肯定就是确认过了。她只是我的同事，陈副院的女儿。你跟陈雨禾又是图什么？图她年轻，还是图她是你领导的女儿？你领导很开放啊，居然能受得了自己的女儿给别人做小三。你打算跟我离婚，跟她在一起吗？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怎么不可能？你跟我结婚不就是因为我家有钱？你还惺惺作态，装出一副艺术家的样子，还要跟我签什么婚前协议，让我相信你根本不在意我爸的财产。你喝多了，3杯啤酒不至于喝多。曾姐，你承认不承认？结婚后你就是在一直掏空我家的财产，你挺厉害呀。有人指点过你吧？莫名其妙。怎么莫名其妙了？指点你的人不就是娟姐吗？娟姐你不会不记得吧？娟姐总不能又是你的同事。曾姐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我老公居然还跟富婆谈过呢。你吃软饭是早就打好优良基础了。白小玲，你说话的时候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娟姐她就是我的一个客户，以前的客户，她买过我的画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她帮助过我。我跟她之间的关系，我跟你一样清楚。他给你钱，还带你去日本治胃病，他还教你怎么对付我。曾杰，别遮遮掩掩，你要是承认自己的过去，我还觉得你有点骨气。再说了，也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吃大姐赏的饭。白小玲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，我都坐轮椅了，我能干什么？那你刚刚提这些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，我现在对你来说算什么？我会不会像林芳一样？林芳是死在你面前的吧？你放心，
连林珊都没把你当成杀他妹妹的凶手，我更不会。曾洁，我知道你已经不想跟我继续这段婚姻了。你是忍受不了宗眼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忍受一段不完美的婚姻呢？我已经是你完美人生中醒目的宗眼了。啊，是趋于完美，你追求的是趋于完美的人生。白小玲，直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你去死！怎么样？风平浪静吧？暗潮汹涌。你现在住着1、2千的酒店，然后泡着澡享受着，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不紧张呢？这不是有张野赞助吗？要我自己怎么会这么好说啊？怎么找到曾洁和白小玲了？废话，我一大早就来了。这要找不到的话，岂不是侮辱我的专业？他们啊住的酒店就是我昨天分析的第1家。行，你分析的准确。我今天上午啊到了现在的停车场去看了一圈，曾洁的车没在，不过这停车场里也没多少车，大多游客都已经把车开出去了。哎，我给我姐和我姐夫送东西，他们说晚上才回来，刚开车出去。你姐是？就是坐着个轮椅的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他们刚出去不到半个小时，你姐夫开车带他走的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那他们有没有说他们是去山上啊，还是去江边啊？他们先去的江边溜达，我隔得远，他们好像也没太多沟通，大概30、40分钟吧，曾洁就推着白小玲走，我悄悄地跟着，他们也不着急，所以车开得很慢。我猜测曾洁是不是要搞一起车祸？不过现在旅游公路上都有监控，再加上车祸可能把他自己给伤了，他也不敢明目张胆。曾洁他们去了一家餐馆，我没敢跟进去，就在车里啃了个面包。不过那家饭馆应该不错，曾洁应该是专门查了攻略，专门去吃的。哎，你吃什么呢？哦，我食堂打的饭，今儿值班。你继续说，你讲讲他们吃完饭去哪儿了？呵，那可厉害了，曾洁带着白小玲去爬山了。不是，推着轮椅爬山啊？坐缆车上去了，到了山上找一个可以推轮椅的地方晃悠了一会儿。曾洁还给白小玲拍了几张照。哎，曾洁那相机不错，应该挺值钱的。哎，人家是艺术家呀。得了吧，他就是个做陶瓷的，他又不是摄影师，能弄清焦段就算他厉害了。他俩在山上待的时间挺长，我猜测曾洁是要搞个意外让白小玲坠崖。好在山上的游客人来人往的很多，他更不敢明目张胆。你这想象力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见到曾洁就觉得他要杀人？我不就是怕曾洁对白小玲动手才跟来的吗？我真服了你。你值班吧，我还要给本次丁少行动的赞助商汇报一下今日行程呢。曾洁怂了？你信不信当初林芳的死跟曾洁有关？信的。那你觉得曾洁会怂？不一样。以前的曾洁啊，一无所有，拼就拼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现在呢，名利双全，做什么事都有顾虑了。那他带白小玲来旅游图什么？你真信曾洁是为了修复关系啊？明天我接着跟着。曾洁要是想对白小玲下手，他就一定不会怂。他们今天去的地方，大多都特别适合制造意外。我觉得明后天啊，曾洁主要是挑那些合适的地方。那你得盯紧他呀。可我离不了太近啊。我给你派2个人过去吧。这样也好。行，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过去啊。嗯。
里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里边有点小事。别闹了，这都挂上警戒线还小事儿？哎，真的是小事。警察例行检查。你别骗我了，这房间住的人我认识，我得进去。你跟他们是一起？对，这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称呼？杨振辉。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朋友，我是白小玲的朋友。白小玲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是不是曾杰伤害她了？你呀，先回去换身衣服，咱们下去好好聊一下。这里边到底怎么了？喂，什么情况？你看见人了吗？我现在马上过去。这样，你现在去哪个公安局，你就把那儿的地址发给我，好吧？你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定位发给我，好吧？我1个小时就到啊。你快点啊！那个，对，亲爱的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别动！没事。喂，怎么了？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警官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朋友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我想问你，你刚才说你和他是朋友关系，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，所以这里边……我是白小玲的朋友，白小玲跟她丈夫曾杰的关系极其复杂。准确的说，他们这次旅游很可能就是曾杰计划要杀害白小玲。我跟过来就是防止他们会出意外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呀。警官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白小玲到底怎么样了？他去医院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跟着他来这儿，就是怕曾杰对他动手？这不是已经动手了吗？我是真没想到曾杰这个玩意儿能在酒店房间直接就下手啊！你也别急，你也别急啊。王队，他是草荣的警察。枣荣分局刑警1队李德。王岳峰，青城分局刑警2队队长。幸会。王队，我这次来是跟你商量一下，白小玲和曾杰这案子我已经调查很久了，我请求可以移交到草荣来处理，我可以帮忙负责。我估计啊，你就是冲这事儿来的。案子发生在我们这儿，按原则来讲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案子。你如果想跟没问题，你得跟上级申请联合办案，你不能直接从这儿拿走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，规矩。李德，行，申请的事儿啊，我来办。啊，既然你跟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就联合办案。您认识我？这警号是你爸的吧？你认识我爸爸？不认识，但是我跟你哥呀，大学一个宿舍，510-110，他就刻在墙上，4年，我看着怎么也记住了。唉，你跟你哥不太像，但是又像。聊聊案子。哎，两位大哥，我能听吧？救护车什么时候到？你们把我带回草荣了？对，昨晚你在案发现场昏迷了，我们连夜转运回来的。因为你的律师强烈要求你回草荣医治。我律师张野。你还有其他律师吗？白小玲。曾杰呢？
根据医生的检验报告，你的头部没有任何受伤痕迹，所以当时发生的事你都记着呢吧？历历在目。是你们问，还是我自己说？你自己先说说吧。曾杰是我先生，我们这次是提前计划好去旅行的。我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所以整个旅程都是曾杰安排的。我们开车去，他订了酒店，想好了要去玩的地方。我因为坐轮椅，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，所以我很开心。但到了青城山，开车出去玩了之后，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？其实前几天，我朋友就劝我不要去的，他们觉得曾杰想要对我不利。你朋友是谁？一个视频博主叫大灰灰。你说的是他们，还有谁？张野。大灰灰和张野在调查曾杰，发现了一些他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认定，如果我去旅行，会有危险。先讲讲旅游时候的事吧。你是怎么觉得就不对劲的？我和曾杰的婚姻关系出了一些问题，我以为他是想去修复关系的。但昨天上午，他带我去江边，我突然觉得他好像要把我推到江里去，制造意外。我来。他有什么具体的行为让你觉得？他选了一段比较陡的路，把我推得离江边很近。我当时吓坏了，又不敢说什么，只能说些好听的话。这是我们认识之后，你第一个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的。是啊，我不就这一条围巾吗？回去之后我再给你买一条。大艺术家怎么能只有一条围巾呢？这是结婚前你送给我的，意义不一样啊。幸好当时江边还有不少游客，有人离得很近还在拍照。待了一会儿，我借口有点冷就离开了他。吃完午饭，他又带我上山，有一段山崖很高，他说要给我拍照，还把我推到离悬崖很近的地方。再给我拍几张吧。好啊。下山的时候，我的手都是抖的，又不敢说什么。回酒店的路上，我想明白了，曾杰不是来跟我修复关系的，他可能就是想让我从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。没有比制造意外更简单的方法了。我意识到，就算他不下手，第二天还是会选新的地方。所以回到酒店，我直接跟他吵了起来。吵了什么？我是个残疾，你们觉得曾姐在外面不会有别的人吗？如果我死了，她的生活会更好。离婚不能解决问题？他是个艺术家，抛弃糟糠会影响名誉，意外死亡对他最好。说不定他还会做一件悼念亡妻的作品，留下一个款款深情的人设。在当晚你们吵架的时候，你直接说这句话了。我只是告诉他，他的那些破事我全都已经清楚了，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大家都别演了，好聚好散吧。问你个人，陈永和是谁？娟姐你不会不记得吧？娟姐总不能又是你的同事。曾杰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我老公居然还跟富婆谈过呢。你吃软饭是早就打好优良基础了。他气急败坏地和我吵了起来，
吵着吵着他又暴怒了，拿起刀就冲我挥了过来。你要不想过，咱们都别过。曾杰，你居然敢拿刀对着我！我挡了一下，手被扎了，他又冲过来，他好像被餐桌绊了一下，没站稳，刀刺到我肩后掉下来了。刀掉在我身边，我吓坏了，拿起刀就冲他挥了几下。好像扎到他了，好像扎到他了。你扎了他几次？2、3次，3、4下，太乱了，我记不清了。曾杰呢？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刀从哪儿来的？是我家里的水果刀。家里用这么危险的水果刀？前几年出国旅行时，曾杰买的。他搞艺术的，经常会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。那把刀很好用，我在家经常用的。出去玩还带着一把刀？曾杰带去的。开始我还觉得奇怪，他说酒店的刀不卫生。警官，曾杰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已经……儿子，你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，那个婆娘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，赶紧跟她把婚离了，重新找个姑娘，生个孩子，趁着妈的身体好，还可以帮你带几年。你知道，连老汉的命你都不在乎，你还在乎啥事？啥事也挡不住你。想成功嘛，总得一步一步来。没得事，都会过去的，以后都会好嘞。对不起，小芳，对不起，我就这么一个门儿啊，没给彩礼就算了，他才给你1年多哎。
我还指望你过上好日子带上他嘞。曾老师，谢谢你帮助过我，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。正是因为有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在我身边，我才有更加努力的动力。只是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喜欢一个人。如果我也能走进去，烧得过去所有不好的回忆，无与伦比的走出来，该多好！那你可过得真苦啊，曾教授。不过幸好还有我能给你慰藉。不过，虽然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我不会把青春都给你的。曾姐，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欺骗过，没有被人这么背叛过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憎恨过一个人。那是我第一次喝酒，很快就醉倒了。当时我周围是乱七八糟的画架，画上是歪七扭八的线条，可我就看着那些笨拙的笔触，一点点活了。画上了云，云撞上风，风吹落雨，雨写成火，和光同尘，场雾，目中无人。凌霄已破，立而不和，和而不同。草人分队刑警啊，草荣分局。朋友，我是白小玲的朋友。那白小玲有没有事儿？杨正辉是不是伤害她了？杨正辉是不是？青神山大大小小的酒店民宿，还有一些不定期开放给游客居住的，一共131家，500以下的剔除。没有套房。开始。青神山大大小小的酒店民宿，还有不定期给游客居住的，一共131家，500以下的剔除，没有套房的剔除，不够平坦，轮椅不好通过的剔除，过于服。来，再来。进来，进来。他能够留在咱们草原市，草什么市来着？草原市。草原市。好，从这儿。我买的是杯美式，最便宜的，16块钱。可在那之前，我根本舍不得花16块钱给自己买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想。要是你去劝白小玲别去旅游，她听你的。听我的啊！这个缺心眼要是听我的，她车祸前就应该跟曾杰离婚。她要是听我的，她就不应该跟曾杰那个孙子结婚。行吧，是你跟的吧？哎，会在意曾姐的应该只有曾老师。曾老师没有其他人会听。对不起，这什么来着？大家都别演了，捅破这次呸！我只是告诉他的那些。这个角度吧，这个角度排列好看。不好意思啊。是，我也就只有这一条围巾。回去之后，我再给你买。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